欢迎收看第10407期北京不静音。我依然像全世界的所有委内瑞拉人一样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但是呢，不能得意忘形，因为我这两天看到了华语世界对于委内瑞拉的诸多误读我觉得呢，有必要做这一期北京解构，把委内瑞拉这个事情给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尤其是最关键的，就像我们这个题目所说，如何防止中国变成委内瑞拉。那我所说的变成委内瑞拉，不是变成这两天就是大家感到特别自由、特别喜悦的这个委内瑞拉。我相信这一幕呢，迟早有一天在中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到那一天呢，全球的华人的这种庆祝规模肯定是会超越委内瑞拉人的。那我们期待那一天。但是我今天标题里所谓的中国变成委内瑞拉，是指这个马杜罗被抓捕之前的那个经济崩溃高度通货膨胀人们活得非常的困苦90%的贫困率，全国有超过16%的人口都出逃这种景象的委内瑞拉，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变成这样呢？而且大家一定注意，我有一个时间状语，就是在中共垮台之后，那么中国更容易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会给大家详细的分析。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小小的影片一个混剪，就是马杜罗被抓捕了之后那么委内瑞拉人的一个喜悦的庆祝。Finalmente está libre. El pueblo llora por su libertad. Gracias a los Estados Unidos por liberarnos. ¡Y viva la libertad! Muchos años esperando esta pronta libertad, que todavía, bueno, pero por lo menos estamos saliendo de una de las peores ratas de Venezuela.这段最后这个影像特别令人触动这个是身为丈夫呢告诉妻子这个喜讯这个最让人触动的呢是画面中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可以预见他们的童年，他们的未来是有希望这是令人非常喜悦的。我们看到很多类似的影片OK， 那么中共的官方媒体呢这两天的宣传还是在欺骗中国人说这个委内瑞拉人非常的愤怒，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但是我们刚才都看到了，实际上是不只是在委内瑞拉，全世界的委内瑞拉人都非常的开心当然了，有一点不得不说就是造成如今委内瑞拉这个情况的一个责任那也不只是马杜罗一个人，对吧？我们知道委内瑞拉呢有2任独裁者，在马杜罗之前的，那么更有名的是这一位查韦斯，实际上就是从他开始。那么华语世界呢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委内瑞拉是由于查韦斯开始独裁破坏民主，才导致他的经济崩溃以及现在的这种经济困境。但实际上的情况呢是恰恰相反。大家记住是恰恰相反，是委内瑞拉的一个经济模式倒逼出了必须要有一种集权的统治手段催生出了像查韦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先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首先大家看委内瑞拉全球石油储量第一资源无敌了。
在1999年，也就是20多年前，他们当时的人均购买力 GDP 居拉美前列。到今天为止，委内瑞拉没有内战，这20多年啊，没有内战，没有外敌入侵。那为什么它变成了现在这20多年后变成了贫困率90%，100万级的通胀？就这个钱啊，连厕纸的价值都不如，直接可以用来这个擦屁股。16%的人口出逃，大量的精英技术人才跑到其他国家去当难民刷盘子，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好好建设自己的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那查韦斯是一个坏人吗？是一个独裁者，然后就是一心的要把委内瑞拉搞坏，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恰恰相反，查韦斯还真是一心为民众的这么一个人。他也是因此赢得了选票。大家记住啊，查韦斯是被委内瑞拉人选上去的。看啊，这句话，委内瑞拉先独裁才搞坏经济，这句话是错的。查韦斯98年被委内瑞拉人民选的合法的选为总统。为什么选他呢？就是因为他替穷人说话。之前的委内瑞拉资源无敌，对吧？非常的富有，但是贫富差距悬殊，人民尤其底层的民众非常的不满。那这个时候出现了像查韦斯这样的人我替民众发声，我上台之后我要改善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我要让你这些底层的民众有更好的福利等等，就把他选上去了。那么他上台之后呢，确实做了很多的好事儿你比如说给这些贫困人口解决这些食品的补贴医疗的这个补助然后包括这个一些免费的教育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怎么做呢？那需要钱才能做这些事情给这些穷苦的人，钱哪里来呢？那国家有钱呀，国家有石油那原本这些石油是一些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那怎么让这个钱变成国家的呢？收归国有收归国有之后，国家有钱了，这个查韦斯就可以大撒币了但是这个大撒币跟习近平不一样查韦斯不是往国外撒，查韦斯就是往国内撒给自己的人多好的一位总统到2017年，这个委内瑞拉还有高达大概60-70%的人是怀念查韦斯的认为他是一个好总统的。那也就是说，他用这种高度依赖国家集中资源才能维持下去的这种经济模式。那这种经济模式你就需要集权要不然你做不到，对吧？权力就需要不停的集中到这个查韦斯手里。那么当然了，这有一句话就是把外部敌人变成万能解释，这个是当查韦斯遇到挫折的时候，尤其是到他的继任者，就是刚被抓捕的这个马杜罗。那么国际这个石油的价格下跌之后，那委内瑞拉这种模式就维持不下去了，最后经济崩盘。那么这个主要发生在最近这十几年马杜罗统治时期，那也算马杜罗运气不好，是吧？他们是怎么向民众解释的呢？就说我们为什么失败了呢？是由于外部敌人美国是我们敌人封锁我们，想搞垮我们，就把所有的失败都解释为是外部敌人。好，我们来看看查韦斯当时的三板斧。因为第一重组最高法院要求忠诚优先，然后呢又强迫这个议会你不听话我就解散咯，组成一个新的议会，然后让议会授权总统有这个政令可以去统治。最重要的第三点就是通过公投取消了任期限制。所以你看查韦斯
没有了任期限制，变成了真正的独裁者，这个独裁又延续到马杜罗，这个事情是在委内瑞拉经过委内瑞拉人的公投通过的，这是民主吧？但是民主催生了独裁，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查韦斯07年的时候进行过这个公投，要取消这个任期当然失败了，第一次失败了。好，过了2年，他又卷土重来。那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你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些媒体这些议会什么的，都已经倒向他那一边了。就是你人民的这个民主，这个选票已经不足以阻挡这个独裁者了。我们来看看，民主不等于只有投票，还必须有配套的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以及真实的反对派。但是这一切在委内瑞拉是怎么消失的呢？就在于他把这一切都包装成是一种道德叙事就是我查韦斯是为民做主的呀，对吧？当然后期他是通过这些东西就已经绑架了人民你的生存权，因为你不支持我，我给你的这些免费的食物、医疗什么就没有了。中间过程中人民也很害怕，那么我知道了查韦斯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不选他，那我选谁呢？选过去的这个精英阶层，那他们回来我们这些穷苦人的日子又很难过，会不会这样呢？所以大家还在硬着头皮还要选查韦斯，还要给他无限的权利，给他无限的任期。所以慢慢的就把这个反对派包装成你是反对我的，你就是反对人民的，你就是反对民主的，扣上这样的帽子。所以委内瑞拉的教训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第一句话就是当委内瑞拉人想用民主去反抗这个独裁的时候，发现这个民主制度已经被拆解掉了，做不到了。我看华语世界这2天很多人在声讨美国政府说这个抓捕马杜罗违反国际法什么的，这个不可否认这个我也不否认大家也都知道我一贯对于川普这个个人的态度但是这个不重要。我们在聊委内瑞拉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说川普很伟大或者川普很卑鄙，跟他没有关系。美国有没有违反国际法？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国际法是有问题的。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目前的这个国际架构，这个国际平台出了问题。像委内瑞拉这种独裁者统治20多年，然后经济都崩盘了反对派都被杀掉，然后选举的这个结果不承认民众活得这么的悲惨，那依靠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能解决掉马杜罗吗？能让委内瑞拉人民像刚才大家看到的影片中这么灿烂的笑，喜极而泣，重新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希望吗？不可能。所以制度是死的，是人建立的。如果现有的国际秩序就是会维护像马杜罗像朝鲜、像中国、像俄罗斯、像伊朗这些流氓政权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秩序。那么委内瑞拉给我们的教训，第2句话大家看，就是任期限制不是为了防止坏人，而是为了防止任何人永远正确。因为查韦斯包括马杜罗的这个永远正确是建立在我是人民选出来的呀，是民选的，民主选出来的。我是不是为底层民众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代表人民，他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他永远正确。任何质疑他的反对派或者自由媒体质疑他一些做法，那你就是在反对我这个正确，是不允许你存在的。所以任期限制
不只是为了防止坏人，而是为了防止有一个人说他自己永远正确，而且无法质疑，无法再把他选下去。所以任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就聊到了中国有没有可能变成委内瑞拉？尤其在中共垮台之后，我们讲后集权时代，一下出现了权力真空。如果我们假设明天中共就垮台了，把选票给到中国人手里，会发生什么情况？中国人会不会选出一个他们自己的查韦斯，或者一个新的毛泽东？我们知道有很多中国人怀念毛泽东，其实中国人对于毛泽东的怀念是一种心理记忆，就是他觉得毛泽东那个时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就跟这个查韦斯说的啊，我是替你们人民发声的，我是替你们人民做事的。毛泽东也是这么喊这个口号的。很多中国人的记忆，它只是一种心理记忆，并不是历史事实对于毛泽东的怀念。但是呢，这个记忆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觉得当时是人民做主的，不像现在是这些官僚、这些干部可以为所欲为去贪腐的啊。那个时候干部都不敢这么嚣张的。那个时候的贫富差距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大，所以很多中国人怀念毛泽东那个时代，对吧？那么再加上中共长期对中国人的这种宣传洗脑反资本反美反日，这就是一个民粹型的左翼最完美的动员土壤。我们讲中共垮台之后的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查韦斯式的人物，或者一个新的毛泽东我们讲中国版的查韦斯会是什么样呢？首先他强烈的反中共，赢得这个道德合法性，对吧？我是反中共的，因为我们现在把中共推翻了。第二，高度反资本，来回应这个民众的对于贫富差距不平等的这些诉求，一下就可以赢得大家的喜爱，对吧？反共反资本，然后呢强烈的反美反日，就是煽动这个民族情绪，继承现在的这个民族主义。这一下这样一个人，他就有一个庞大的基本盘支持他，他会宣称这一次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了，之前中共都是骗大家，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真正的让大家当家做主。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中国是一个民主制度，大家靠选票来选出下一任领导人的话，那么这个人中国版的查韦斯大概率高票当选，然后又开始无限的集中权力，没有人制约他，凭他的脑子中的这个想象的这些理想乌托邦，就能干出像当年毛泽东这种大跃进呀这个文革呀这些事情来，也可以干出像查韦斯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干的这种事，高度的国有化，然后最终经济崩盘。所以我们要讲为什么第一次民主是最危险的，就是中共垮台之后，如果中国迎来民主的话，那么这第一次民主很危险，因为制度真空，没有人知道边界在哪里，因为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官僚阶层也没有这个经验，民众阶层你有选票的人也没有这个经验，中国人也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这种民主教育。而且呢，在那一个点上，中共刚被推翻，对吧？大家有一种公平的饥渴，就是有强烈的清算欲，我要清算中共，我要清算过去的所有的这种不平等，有强烈的这种欲望，然后道德非常亢奋，就是终于轮到我们了我终于轮到人民了，道德很亢奋。这种时候的人们对于程序我们要制定一个宪法呀，我们要约束这个权利我们会让这个进程慢一点要经过充分的讨论，就大家会对这一套程序极度的不耐烦，就着急干所谓的正事儿。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程序民主是不吃香的，
这样的派别、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候选人是得不着选票的，反而推行这个强人民主的这个人，就是他表面上他不反民主，他说我不是反民主的，我支持民主，但是我是强人民主。这样的人，查韦斯、毛泽东这种人，他会非常的吃香，高票当选，所以这是最危险的。好啊，我们设立几个预防针，或者说设立几道防火墙，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能尽可能的避免中共垮台之后的那个中国变成委内瑞拉。也欢迎大家补充啊，这是我想出来几点。第一条，任期不可被公投取消。就这个任期限制啊，你无论选谁当总统，你到期你得下去，必须换人，你不能让他变成一个长期执政，然后又变成了一个独裁者。任期限制一定要列为不可修宪条款，在宪法中这个条款不可以动，公投都不可以公投。任何的公投、议会、制宪会议什么，你都无权修改，任期卡死，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一定要让这个所有的人明白啊，赢得选举不等于赢得所有的权利，你只是赢得了这次选举，你的权利就是人民授予你的，对吧？我们投票授予你的，但是是极度受限制的。你比如说总统，你不能解散议会；行政权你不能控制司法任命，这些都是独立的，要互相制约的。那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啊，你总统可能有权利去宣布我戒严啦，有一个紧急状态，但是这个东西要有严格的时间上限，你不能说我们也看过韩国的历史，对吧？一宣布戒严，然后没有无限期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一种特殊的管控，然后争权夺利，把民主就破坏掉了。所以要规定你宣布紧急状态，什么原因，谁能制约你，要有一个时间上限，严格的时间上限，而且到时间自动就失效了，约束他的权利。然后第三点，经济政策必须可以被司法否决。查韦斯就是我脑子里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经济蓝图，有一个经济政策，我就这么干，结果把经济干崩了，因为你不是专业人士。所以你看，你像征收包括什么东西国有化、资本的管制所有这些东西你都要接受司法审查，而且你颁布这个政府，你颁布任何的这种经济政策，你不能把它道德化。像中国任何事情喜欢道德化，对吧？就是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所以你反对我这个政策，你就是反人民，你就是反民主，你就是反什么什么，一堆的帽子就扣过来。它只是一个经济政策，它不存在道德化。你不能把所有的反对声音都当成不正义，反对声音是极其重要的，批评的声音是极其重要的。未来的中共垮台之后，绝对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必须要充分的用法律去保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不是说靠毛泽东一个领袖的什么一张嘴来保证，你们都提意见吧，我保证没有问题，你们百家争鸣，然后到时候马上就翻旧账拉清单。这种一个人的嘴是听不得的，必须要有法律保护，必须要有权力的制约，不能说毛泽东或者查韦斯或者新版的中国未来的查韦斯、毛泽东想去打击报复谁，他就可以打击报复谁，必须要把他这个权力关在笼子里。好，下一条，不得以人民的名义取消个人权利。因为人民当家作主啦，中国最喜欢说这个，对吧？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你再多数的人，你90%的人赞同，99%的人投票赞同，你都不可以去剥夺那1%或者更少那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你像什么私有财产呀、言论自由迁徙结社所有的这些人权、基本人权，你都不能以人民的名义、大多数人的名义去剥夺它。你的宪法里就要保护这部分。这是专防什么？就是防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话术
因为中国在中共垮台之后，人们的那个意识形态、那个思潮依然是这一套东西的，依然是偏极左的，这是非常要严防死守的。否则推翻一个中共又上台一个新的中共，而且那个局面有可能会更惨烈。好，下一条，外交立场一定是与政治这个制度合法性要彻底脱钩的。就是我们对外你是跟美国关系好或者跟日本关系不好这些东西你就是反日反美，你不等于爱国，亲美亲日你也不等于就卖国，不要去建立这种等号，不要挂钩。外交立场你跟你政权的一个合法性来源是没有关系的。你的政权你能不能让人们过上好日子，这是你的合法性，而不是说你编织出一个外部敌人。我的合法性是我要带领中国人民去跟美国打仗，我是要带领中国人民去向日本报仇，这不是你的合法性来源，不可以这样去建立，这是虚假的，这是有欺骗性的。你也不能用这种理由去打压你的反对派，是吧？你必须有反对派的存在，无论这个反对派的主张多么的荒谬，当然不止一个反对派了，对吧？要有这种监督和制约以及竞争，这是中国人必须去理解的，不能只有一个声音。还有政府的这个执政合法性到底它的来源在哪里等等。好最后这一条很重要就是第一届民主政府，第一届民主政府它的权力必须更小，权力一定要更受限制，任期要更短一些，然后他想要修改这个宪法的这个门槛要给他设立的更高，因为这是最危险的一期政府，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也不知道怎么选，稀里糊涂就选出来了这第一届民主政府，政府内部也没有经验，所以最危险的就不是那个旧的权力，而是刚刚被人民托付的这个新权力。无论你有多喜欢就是未来的可能不是新的查韦斯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总统，无论你多喜欢这个人，你把选票投给他，但是你一定还是要把他关进这个权力的笼子里，钉死了他，让他的权力不能大。第一届政府权力要更小，任期更短，修宪的门槛更高。所以对于未来的中国中共垮台之后的真正的民主考验，不是能不能选出替人民说话的人，你选出来你当然是选出替人民说话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你再喜欢这个人，你也要把他锁进这个制度的牢笼里。中国人一定要记住，你不能再崇拜任何所谓替人民说话的人，他再替人民说话，你也不能崇拜这个人，他是你的一个公仆，对吧？是一个服务人员，哪怕他是总统、总理、主席，随便叫什么名字，他都不应该是一个被人们所崇拜的人。好，最后说那么中国的民主设计的目标，如果只是为了中共倒台之后发泄情绪，清算过去实现一些人或者党派的那种道德正义，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民主设计目标，那必然失败打着红叉子的。如果未来的那个中国是这样的一种民主设计的话，必然失败。大家也可以看看现在可能也有一些小的在野党派可能在去宣传他们的对于未来中国的一些理念什么的，你看看他们的民主设计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我打了这个对勾了，就是你的这个民主设计要充分的限制权力，权力的这个分权互相的制约，这个制度是怎么设计的，限制住这个权力，而且要留好后路，因为你中国这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没有经验，
哪怕你像委内瑞拉之前，它也是一个民主制度啊，其实它也没有经验，所以才会让查韦斯上台，然后变成独裁，又到马杜罗，然后他们发现自己怎么也推翻不了了，靠自己的力量怎么也推翻不了这个独裁了。所以你要留这个后路，要给未来留下纠错的空间。委内瑞拉人就没有，他纠不了这个错了。那中国这是一堂血淋淋的一堂教训课呀，要上。所以说回来啊，那么现在的委内瑞拉人呢，非常的兴奋，对吧？很多的对于目前他们一些担忧啊，大家说他们都不想听，对吧？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喜悦状态，你们什么都别说。很多委内瑞拉人要求大家都闭嘴啊，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啊，我也很喜悦，跟他们一样的喜悦。但是我觉得委内瑞拉人是需要反思的，对吧？你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需要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才能把你们这个释放出来，重获自由。那当然很多委内瑞拉人很年轻了，当年选查韦斯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生，对吧？他们在承担这个结果，那是他们的父辈当年做的这个选择。OK 啊 ，anyway 还是祝贺他们啊，祝贺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我觉得刚才我讲的一切可能其实对他们也适用，就是未来的委内瑞拉怎么走啊。当然我们就不操那么多的心了，我们更多的是在操中国的心啊。中国会不会有像今天委内瑞拉这样啊举国欢庆的这一天？我相信是会有的，我相信我们会看到的。但是看到的时候那只是开始，后面的路很漫长，很艰辛，而且是有可能走不好的。不是说中共垮台之后中国就自然实现了这个民主自由，也不是说有了自由民主就不会诞生独裁者。委内瑞拉就是例子呀。也不是说我是一个民主制度我就不会经济崩溃，民主不是万能的，对吧？ OK， 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收看、订阅、分享。